今天讲讲北京那个时候的故事啊，大家就全当听一个笑话吧，好吧？啊，北京色情行业真正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就这个行业形成完整的体系和规模发展，要到2000年以后了啊。2000年以前呢，北京色情行业大致上应该就算作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什么样态都有，什么感觉都有，很多都是自己创造的。在这一点上啊，就是色情行业跟中国当年的金融产业呀、中国当年的房地产行业等等都是类似的啊。国家没有相关的完整的法律法规，没有规范啊，社会中没有完整的体系，没有运行的这种标准化模式，大家都在野蛮生长。不过呢，那个时候的北京即使在野蛮生长这个阶段，但是这个行业是野蛮生长，但是这个行业里的目标需求的客户还是能划分出几个比较明显的不同的圈子来啊。像最上面这个圈子，大家能想象得到，都是中央领导这些圈子。这个圈子里最低级的领导呢，也得是部一级的领导啊，大部分部一级以上的领导，不管是军队的、地方的、学术领域的都有啊。这是第一个圈子，最高端的。再往下一点呢，但是最繁荣最多的，当时闹唤的最响的啊，就是高干子弟的圈子。那高干子弟在北京最起码也得是部一级，最低的领导也是部一级，连部一级领导你都算不上，那就别聊了。但是即使部一级，70%-80%也算不上高干。以前讲过，你是管理型的领导还是技术型的领导，也是军队啊、地方啊、学术圈等等都有啊，这些干部子弟。再往下呢，稍微下一点的圈呢，是北京市政府的关键岗位的领导和驻京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啊，这些领导也有，但是这些领导就比上面两个圈要安定的多了。当然，即使是大型国企和驻京的这个和北京市这些也是中高层的，下面的没戏。那再往下呢，这可能是政府里级别比较低的了，就是中央或北京市主管文化产业的领导。这个圈子主管文化产业的影视啊、音乐啊、时尚啊、出版呀，那因为县官不如县管嘛，所以在这个圈子里，甚至有一些科级领导、关键部门的科级领导啊，再往上一些处级领导，也有这么一些比较明显的色情的一个圈子啊。再往下就是外商了，包括港澳台、华侨，还有国内一些有品位和水平先富起来的一些商人。啊，这里面包括金融圈富的这些人，都属于这个圈子的，这个圈层的。再往下的圈层呢，就是底下赚钱暴富起来的北京的人。那个时候外地的小老板啊、山西煤老板等等，在北京活跃的还不多，不是没有，不多。那北京这些底层圈赚钱的很多人，大部分是通过走私啊、倒腾东西啊这样的挣钱的啊。北京有一个话，估计现代人都没太听过，叫倒爷。对，叫倒爷啊。那这个圈里面大部分都是北京人了。那比他们再低一个圈也是北京人组成的，就是地痞流氓啊、混社会这帮人啊待着的。大家应该看过冯小刚主演那个电影《老炮儿》，对吧？到人家理发馆理个发，当街就给人打一炮，就这种底下的人。对，就是这个圈子跟上面那个北京挣钱的，但是底层挣钱的圈子啊，日坛宾馆那边啊、秀水啊。这些倒买倒卖的，跟俄罗斯、蒙古做生意的这帮人，这些兴起来了很多当年北京的词儿，什么大蜜、小蜜、什么拉蜜等等啊。那除此以外，最下面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人，一些圈子啊。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了8个，我刚才一共上往下8个圈子，这些圈子之间，圈子和圈子面对的女性的这些服务者，交集是比较少的。每个圈子面对的女性都是不同的圈层，那时候还不职业嘛啊，很多圈子和圈子之间有比较明显的界限，当然也有一些圈子有融合，但是很多圈子有界限，圈子和圈子之间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玩什么啊，你玩什么我玩什么。其实这种圈子在中国什么时候都有，到现在也是一样。很多人跟我聊现在做金融的，那我就会问他，我说你知道中国金融这个圈子，所有国有金融的，你看国有干银行的这些人啊，国有的相关体系干信托的国有啦这些相关体系的人啊，你问问他们这圈子跟第二个圈子，你们听过什么外商投资的是风险投资、创投的这些人，第三个圈子原来什么做 P2P 做小贷这些圈子的人，你看看这几个圈子的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交集吗？
就很少有什么交集，就大家都是各自在各自圈子里，也不把别人的圈子当回事。虽然都叫金融圈，但是时间分得很开啊。那时候也是一样啊。那第一个圈子给领导这些圈子服务的，这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当年赖昌星在厦门做了个红楼啊，这个红楼就是专门接待我说的第一个圈层的人。红楼里的客户全是政府的领导，只为政府领导做服务，所以呢，到今天也是一样的，就是给最高层这些北京中央领导服务的这些色层的圈子，跟底下的圈子几乎是没有交集的啊。中央的这些领导在当年的时候跟现在还不一样，当年的时候那都比较严肃啊，现在叫起来比较土，比较格色。做的事儿呢比较标准化，而且需要外面严格的保密，所以呢去的这些场所呢，每一个地方都要让人觉得名正言顺去开会了去做事了，去谈项目了，但实际上到那儿具体做的呢是要满足自己需求的，而且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都是自己很隐秘的小圈子里几个人知道，特别的安全，不能出事儿。所以当时中央领导呢在北京集中去的一些地方都是什么地方呢？现在咱们大家可能都不太关注这些地方，比如说保利大厦德宝饭店、新兴宾馆。保利有人还知道，但是德宝饭店、新兴宾馆这些地方大家都可能没听过。其实当年这些地方都是北京变相的红楼，表面上这些酒店级别都不高，比如说3星，但是酒店里面有专门特别设立的比较隐秘的这种豪华的房间长包的。这些酒店的长包房肯定都是给领导专门做服务的，那表面上领导都会去这些地方开会，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这些酒店背景不是军方的，就是中央政府直管的德宝饭店、财政部的，就这样的，没有任何其他的，除了军方办的酒店，就是中央政府办的，没有什么社会背景外资背景民营背景，通通没有。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在这些酒店里面陪领导放松的女孩子一般都是固定的但不像大家想的大街上随便挑，固定的年纪呢一般都不会太小，25、6岁算最低了30甚至还有往上的，因为领导年纪也不小了。不一定要很漂亮，但皮肤一定要好，身上不能有怪味儿，不能有病，严格要保守秘密，嘴上要严，而且这个人要会来事儿，能哄得领导高兴。我跟你讲，大家都能想象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大部分领导年纪都不小了，所以要求这些女孩子呢，不仅要在身体上能陪好领导，很多领导身体上更多的情绪上陪好领导，让领导放松领导快乐呀严格的说，这个圈子其实是挺封闭的，各自跟各自也没什么交集。举个例子吧，又挨骂了，就举例，比如那时候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江绵恒表面呢是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的一把手，但他有另外一个官职，叫上海市政府的特别顾问。所以呢，在上海市政府投资的很多项目中，比如说新诺卫星项目，他都是大股东代表，他就会经常来北京开会，只住德宝饭店，就住德宝。德宝有他的长包房当时江绵恒40多岁，跟我关系还挺好的，小兄弟，我比他小10几岁呢。最喜欢的就是骂他爸，骂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体系，他说话胆子特别大，不太顾及影响，包括后来在中科院当领导都是不顾及影响，到处都说。应该这跟他爸爸的是至少在那个年代明面上是中国的一把手，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那时候是一个重庆的女孩是常陪他的，每次江绵恒来北京都是这个小女孩陪，也不小了，30多岁。应该是侍候的特别好，特别有眼色。你看周围所有的特别有眼色。如果归属于算作小情兼私生活保姆那一类，领导干部当时高干的就是中央这些领导干部，圈子比较封闭，大部分找的人都是小情兼私人保姆这一类，玩的应该也没啥精彩的。最花的呢，也就是像以前我跟大家说的，像铁道部原来部长刘志军搞什么鸿福齐天这样的游戏就到头了。领导的情色的，我以前专门有一个视频讲过了，我就不多讲了，不重复了。